6月5日，美国政府将59家中企纳入黑名单，禁止美国投资者购买这些企业的股票，其中华为再次上榜。很多人就担心荣耀会不会也受到影响。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啊，荣耀手机与华为不是分开了吗？为啥还说会受到影响呢？这还说到3月份的一份法案，该法案是美国议员提议的 HR1595 提案。提议之初并不是特地针对荣耀，因为其主要内容是继续保持对华为的制裁。但是里面提到了建议将荣耀也纳入实体名单。如果该法案真的实行，确实会对荣耀造成一定冲击，所以大家的担心也不无道理。那么问题来了，荣耀都剥离华为了，为什么美国还要继续针对荣耀呢？如果事情真的发生了，荣耀又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来深入的聊下这个话题。分析提示：由于未有更详细的信息，我们就稍微带点建设性的探讨，切勿以我为准。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啊，美国为什么害怕荣耀？这件事情还要从法案的本身分析。在法案的开头以及第1条第11点里，提及法案针对的对象是华为以及华为相关联的子公司，所以针对荣耀的第一点原因肯定与华为有关系。也就是说虽然荣耀确实已经剥离出华为了，但是该议员并不认可这件事儿，还是将荣耀纳入华为子公司或者使用华为相关技术的公司里。有这种想法的无非以下几点理由：第一，荣耀还在使用华为的技术，比如系统。2020年11月，荣耀手机才正式脱离华为，在这半年内一直是沿用华为的 EMUI。虽然荣耀声明可能会用自己的系统，但是系统并非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搭建的，荣耀还来不及更换，加上鸿蒙系统推出后，荣耀手机也大概率会支持鸿蒙系统。除了系统外，在公开的资料中，荣耀与华为相关的还有共用零部件的供应链，其中就包括小部分零件使用的是华为生产的设备。虽然荣耀手机已经确定将会搭载高通以及联发科芯片，但是大部分设备还是用以前的供应商，并没有更换。这就给人一种印象，好像荣耀手机还是华为的孩子，甚至有些自媒体鼓吹荣耀只是挂着其他公司的名头，实际控制者还是华为。这几点都会造成外国人的误解。这边熊猫一定要澄清一个问题，华为与荣耀确实分开了，这是事实，而且可以确定以后也不会再回归了。我很早就科普过啊，在华为历史上也曾多次出售过子公司，是为了让自己在危难时刻能延续企业生命的关键时期。比如出售安盛电器，它是国内电器行业的领军公司，还有被出售的世界排名前列的华三通信，世界第4的华为海洋网络公司等。这些公司在离开华为多年后，基本都是独立运营，与华为并无直接联系。相比之下，荣耀体量可能很大，但是在技术和世界地位上，其实还远远达不到上面几家公司的高度。并且任正非也公开说过，剥离之后，华为与荣耀并无直接联系。当然还有人会说了，你上面不是说过了，荣耀与华为不是还有联系吗？但是你要知道，手机的产业链很长，荣耀剥离华为满打满算才半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根本无法一下子独立搭建产业链，系统也是如此。不管是苹果还是华为或者是小米，都是长期的积累，不断更新迭代，才形成现在稳定的系统。离开了供应链，不要说荣耀，就是苹果手机也得歇菜。比如上面说的安盛电器，在被美国爱默生收购后，也是保留了原有的团队和供应链。如果没有这些供应链，企业根本无法存活。这一点在荣耀的送别会上，任正非就已经证明过了。当时他深知荣耀的艰难，所以对于荣耀寄予的第一向往便是先存活下去。他是这样描述的：首先尽快的恢复渠道的供应，否则小草枯萎就很难恢复生命了。所以现在的荣耀已经确确实实剥离了华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大家不要再炒作，给别人一个真实的求生环境吧。除了质疑荣耀是否脱离华为，让美国不放心的第2点原因，可能是背后的资源有关系。说这点在法案中特别提到的，里面明确表示，除了不能与华为有关系外，还不能受到政府的拥有、控制或影响。这其实也是典型的偏见。在公开的资料里，荣耀是被深圳智信收购，而智信的背后有深圳国资委的身影，这个在很多公开资料里都有。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啊，深圳国资委其实更多的是在帮助企业走出困境，是为了避免企业因为恶意收购或者恶意打压而倒闭的存在，又被人称为白衣骑士。比如他就曾经拯救了苏宁、恒大、万科等等。而这次入居荣耀也只是在拯救本地产业而已，意在帮助荣耀下游的众多工厂，保证工人的就业。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荣耀的收购声明中有一段话可能被大家忽略了，此次收购既是荣耀相关产业链发起的一场自救，是保障消费者、渠道、供应商、合作伙伴以及员工的利益。这句话如果不是业内人士，真的看不懂啊。要解读这句话，其实来看看荣耀的体量有多大就知道了。在2020年，荣耀全场景智慧连接设备数量达到了2亿，中国线上市场份额位居第1。2021年预计出货量将会超过4000万。除此之外，在全国还有上千家门店。
这么大的体量，就意味着背后的供应商非常多，而这些供应商背后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每一个岗位的背后可能就是一个家庭的支柱，他们都靠着荣耀存活，这就是一场这些企业和员工的自救行为。荣耀一手在很多人看来几乎成了定局，只是谁来购买的问题。而且为了新荣耀能更好的生存下去，还必须是全资收购，因为剥离后的荣耀不能与华为有半点股份关联，不然就得不到产业链的支持。但是收购荣耀需要花多少钱？与它销量差不多的小米市场价值1000亿美元，所以荣耀最终定价200亿美元，其实并不算多。但是200亿美元要做到全资收购，不是说说就能做到的。在最早传出出售新闻时，对新荣耀表达出兴趣的包括小米、OPPO 等公司，但是后来都放弃了，所以才有了智信公司的入局，而且在收购时承诺不参与任何的运作管理。说白了，与其说是华为壮士断腕，不如就像公开里说的那样，是产业链、企业、员工的一场自救行为。假如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新荣耀被加入实体名单，那这个跟别人欺负你还不允许你包扎伤口有啥区别？而这种不给我们活路，往往被证明为是很危险的事情，结果会如何？大家可以自己说说。以上2点就是法案中提到的原因。那么最重要的问题来了，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来处理这件事呢？首先必须声明啊，这个法案远未到具体实施的阶段，不然新闻早就出来了。一般美国议员提交的法案还需要经过国会和众议院，等到具体实施下来，还会经过很多的变量和考量。比如荣耀与其他国外公司进行合作，比如荣耀的笔记本用的是微软系统，芯片也会确认沿用高通芯片。考虑到利益共同体，美国并不一定非要将它纳入实体清单。更关键的是啊，荣耀与华为其实是有着本质的区别。华为坐拥众多威胁到美国的底层技术，但是剥离后的荣耀其实并未拥有这种真正对美国发起挑战的能力，美国也不会将这种缺乏威胁性的公司纳入实体清单。我们以小米为例，小米被美国纳入制裁名单时，主要的理由是小米涉军。五角大楼的依据是雷军曾受到过中国政府的表彰，这件事发生在2019年，雷军被评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称号。这个建设者奖实际上是由中央统战部、工信部、人社部以及全国工商联等部联合举办，目的是为了表彰对中国做出过贡献的人，其实就是一个商业性质的奖章。小米作为互联网企业，确实对中国手机起到推动的作用，担得起这个奖，但是美国那些议员却成了惊弓之鸟。为什么要提小米呢？其实两者有点类似，都是被误认为涉军或者涉及安全。后来的发展我们也懂了，小米将美政府告上法院，最终胜诉。也就是说啊，即使被纳入实体清单，还是可以通过打官司来进行挽回的。这边要额外多嘴一下，很多人都知道啊，熊猫其实是非常喜欢华为的，但是大部分的人会误以为我不喜欢小米。其实小米公司也是一家极为优秀的企业，就从小米敢将美国政府告上法庭，并且还获得胜诉，就应该给予鼓励。虽然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威胁到美国的技术，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啊，大部分企业连告的勇气都没有。小米起到的带头作用相当明显。我留意到，现在很多企业将会学习小米，陆续采用同样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从这方面来看，小米也是有担当的公司，值得鼓励。然后我们回到话题啊，荣耀与小米不同的是，它的提案与华为是捆绑在一起，所以通过率自然会高很多。一旦到了这种程度，那对荣耀来说很可能是一个致命的影响。所以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当我们努力过后，荣耀还是被视作威胁，那将要如何应对？熊猫个人认为方法有很多，可以对症下药加历史借鉴。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解决美国的后顾之忧。比如针对与华为的联系，如果真的被纳入清单，那么荣耀估计只能走上被迫与华为彻底分裂的局面，比如分割系统、产业链，甚至是管理层。我们先说下系统啊，如果真的建立系统，荣耀可以选择以安卓为底层，开发自己的系统，类似小米、OPPO 那样。最坏的情况是连生态链的物联网系统也可能要以安卓作为底层系统的开发软件。其实这种选择不难解释，由于华为在国外被谷歌禁用 GMS， 所以荣耀手机在国外的系统也是没办法照搬华为原来的，只能选择谷歌的 GMS。1月份时，荣耀照明就提到争取与谷歌合作，现在只不过是做自己的系统，还是能接受的。然后剥离产业链，这种其实是很难的。要知道，设备很容易买，但是高质量的零部件往往很抢手，所以剥离全产业链是不可能的。更实际的选择是被迫不能用华为相关的设备。最后是剥离管理层，荣耀的 CEO 赵明以及他的手下团队对于荣耀的了解以及未来的规划是非常清楚的，也是最合适的人选。如果真的被迫离开荣耀，那么也只会是赵明以及核心高管离开，其他的工程师以及中低层管理应该是不会动摇的。说实话，以上3点其实都不难，相当于一个上市公司的重组。而且荣耀与华为不同，荣耀的产品线较少，涉及的技术机密也不多。如果真的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是可以选择以这种方式生存的。
还有第二点就是针对所谓的涉军症，应对方法也有，但是代价比较惨重，一般有2个，一个是再次出售，找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企业接盘，这个难度很大，但是考虑到荣耀的优质资产，也是很有可能的，大概率会是国内其他几个企业联合入股，甚至还会有外资入股，比如曾经的 TT。就是借助甲骨文等公司的力量做到平衡，还有一个就是像中兴一样，2018年在中兴被美国制裁后，以12亿美元罚款交换管理层以及接受一定程度的监督作为代价，换来美国的放行。这种方式虽然不用将企业易手，但是需要接受入驻监管，其实和第一个有点类似。假如说真的到了这种地步，我相信企业还是要先活下去为最终目的。事实上，不管是中兴的方式还是华为的方式，其实都没错。错的并不是中国企业，而是滥用法律和权力的人。毕竟一家企业要为供应链负责，为员工负责，但同时也是有底线的。至于最终该怎么做，肯定要以实际情况而定。本片也只是与大家进行探讨，你们觉得有更好的方式，也可以在下面留言探讨。好了，我是熊猫，我们下期见。